玄黄历，光和4年闰5月，南海突现异象，有孤星自天而降，坠于白马洲。天火肆虐，波及周遭100余里，一时死伤者无数。万龟仙岛同道向太一道门求助，集结2大仙门100余弟子前往调查。谁知一众弟子登岛后，却音信全无，所有人员尽数失踪。为查明真相，太一门真传弟子赵玄一临危请命，孤身入白马洲，却被暗中潜伏之神秘人偷袭。赵玄一师弟被迫祭出金丹，拼死一搏，方才得以保命而归。至此，事态陷入僵局。仙道各门派装聋作哑，置身事外。赵玄一师弟几乎赔上性命，却只带回一块莫名其妙的石头。而白马洲天降孤星一事，依然是毫无头绪。掌教至尊，众真传弟子已在正殿等候多时。赵玄一怎样了？回禀掌教，赵师弟已服下阴阳万寿丹调息休养，他的伤势虽无大碍，但恢复的过程有些迟缓。最近南海一众散修突破功法瓶颈，你可知晓此事？弟子知晓，南海之事虽说有些反常，但这些散修不过是一群蝼蚁，即便突破神通秘境，也不足挂齿。不知掌教为何还要派人去调查此等小事？本该远在域外星空的天魔，近期却纷纷出现异动，又是为何？这几件事之间可有关联？天落孤星非比寻常，这些小事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弟子愚钝，不知掌教所言的是一个结束。你可知他并非玄黄寰宇之物？请掌教至尊明示。或许先贤古籍中记载的天劫大难已经开始了，但可怕的是，天劫将至，而我们却还一无所知。这片峡谷前面就是南海。我能感觉到水汽愈发充足，我已经等不及了。大海竟是如此广阔，之前我只在诸世界里读到过，南海广阔无边，归墟更是深不可测。不错，归墟在南海北部的汪洋深处，以我们目前的速度，最少还需要10多天才能抵达。这是什么鬼地方？你们2个到底想去哪里啊？归墟尚远，深海又岛屿稀少，我们该如何应对茫茫旅途？就是啊。南海这么大，我们总归要落脚休息吧。2位莫慌，办法自然是有的。这彩霞气船是迦兰师姐采集天空云霞之气凝结而成，够你落脚休息吗？竟有一股香气。彩霞气船属于享受生活的法宝，是专门在海上落脚休息用的。既然是落脚休息，
有必要这么花哨？气船上的装扮越多，所需之神通就越高。对你来说，自然是少见多怪的。你，我们要出发了。迦兰世界的神通，当真是不可思议。切，故弄玄虚。怎么了？是血珊瑚。这就是血珊瑚，我在诸世界里读到过，它是炼制金元丹的重要原料。没错，这枚血珊瑚已有500多年的火候，以精神导引之术吸收，可用其精华补充法力真气。接着，多谢。这血珊瑚果然不是凡物。方小林，你也来补充些真气。多谢公子好意，我自有办法恢复法力，不会拖你们的后腿。公子，要不要试一试？龙轩，这附近可还有珍贵的药草？龙轩，海水退走了。什么？我刚才就觉得有些反常。血珊瑚都是生在水底的，即便是退潮，它也不应该浮上水面。有什么不正常？这海里不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吗？不对，这附近的深海中，怕是有不寻常的异变。现如今，比起仙魔大战，我们更应提防太医们对仙道内部的蚕食。据说太医们准备组建一支针对仙道内部的律刑众，专门用来惩戒仙道各门各派的弟子。如果真如其所愿，只怕以后仙道10门的规矩都是太医们说了算了。这七煞葫芦不过是件普通的中品宝器，华师兄如此耗费实力炼化，不知有何深意？紫殿峰内门弟子方清微，拜见华师兄。他来做什么？方清微，拜见万罗师兄。天都峰丹房重地，你怎敢乱闯？我。这是如意金烟。七煞葫芦经过华师兄的炼制，已成绝品宝器。清微参见华师兄。紫殿峰方清微，你在山河榜大赛上表现优异，也算得上羽化门同辈中的佼佼者了。承蒙华师兄厚爱。往日内门弟子在经历山河榜后，多会前往南海历练，更有甚者在归墟得到仙缘。你的道侣石龙峰萧石，就出身于南海散修世家吧？回禀华师兄，萧石确为南海散修世家不夜岛的少岛主，但我与萧石无妨。仙门同道皆为一家，只有互帮互助才是长远之计。我听说你们正准备去南海归墟历练。回禀华师兄，清微正有去南海历练的打算。
这如意仙壶经我盘武大力神通加持，其内里如意金烟放出，可达100马之力。鉴于你没有随身的法宝，本座将它赐予你，以保历练周全。青微何德何能？你无需推辞，它本来就是你紫殿峰收来的7煞葫芦，只当是物归原主罢了。青微跪谢大掌教师兄。退下吧。青微告退。待掌教师兄耗费法力炼制的仙壶，怎能给这个剑锋使舵之徒？一个葫芦而已，给他又何妨？大师兄是想用这葫芦堵住方清雪的嘴？有这个必要吗？那师兄你……白马洲天落孤星，南海也屡现异象。仙魔大战未至，却突然又横生出如此多的枝节。华师兄的意思是，乱局之下，唯有借力打力，浑水之中，方可一探端倪。这茫茫大海一望无际，你到底要找什么啊？龙轩，你看那边，应该就是那里了。不知这风暴中会是怎样的异变。既然被我们遇见了，总要一探究竟吧。好，我们走。喂，这风暴看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确定要进吗？风浪越来越大，都风晚了。这风中漂浮的是什么东西？这海风好臭啊！海风带着腥咸之气，这云雾中必有上古异兽，若能击杀炼化，定是妙用无穷。这就是奇遇仙源。水流越来越急了。那是什么？是漩涡，海水被吸进漩涡里了。龙轩，你看，这道漩涡中的黑影是什么？是黑水王蛇。这大蛇是何来历？黑水王蛇是一种海中巨蟒，它是南海特有的前古异种。历经千年无数次蜕皮后，它就会退化为蛟。化蛟后虽不是龙，但却能够拥有神通之力。这大蛇如此厉害！王蛇蜕变成蛟的一刻，也是它最为虚弱的时候。如果能得到它的内胆，就能够获得至纯之后的法力，甚至我的寒痴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想不到我们第一次出海，竟能有如此奇遇。方寒，商河榜时你曾赠我阴阳外兽丹，今天我就助你屠蛇取胆。好，公子，这黑水王蛇有1000年修为，乃是强横至极的妖兽，我们贸然捕杀，恐怕凶多吉少吧。富贵险中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龙轩，我们走。这妖兽果然不一般，我凝练真气已有600列马之力，他的法力却强我数倍。看来只有3人合力，方可降服这头妖兽。我打头阵，你们2人助我。我们前后夹击。哼，我可不去送死。天幕神阵。机会。
恢复，你中了王蛇的精神攻击。起床，冲！你要干什么？方寒，快醒来！方寒，来，这边。王爷，方寒，在这里。王爷，方寒，在这儿。公子，你醒醒！方寒，这里！好险，差点被这个畜生吃了。还好，我们都从王蛇的精神攻击中清醒过来了。我就说别招惹这个畜生，你们还不听？多说无益，先把这关过了再说。他在后面！王蛇已经暴走，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坏了，再这样下去，彩霞祭传就要解体了。我来帮你。孽畜，放！廷尉，你有所不知，南海幅员辽阔，其中的散修何止数万，即便是修成神通秘境的也有上千。若真有一天能把这些散修整合起来，恐怕是能和仙道石门分庭抗礼的一股势力了。哼，小石，你如今可是内门弟子，怎么眼界还是如此狭隘？区区南海散修能突破神通秘境已是万幸。又如何能与我们仙道石门相提并论？青微说的是，那些散修恐怕连你一葫芦都接不住。那是当然。这如意仙湖本就是上古妖神用无上法力栽种，经天地灵气无数岁月的滋养方才成熟，在魔道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宝物了。如今又经过华师兄炼制，去除了他的魔气，实力更胜从前10倍。就算是神通2重真气境的高手，也能轻松应对。华师兄的手笔，那些南海的散修，必然是闻所未闻的。我记得你父亲也是南海一界散修吧？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去归墟历练，寻找仙缘，为我羽化门再添真传弟子，壮大门派声势。若南海散修真如你所说的这般无用，我们何必耽搁时间，多此一举呢？警卫，
以为如何呀？天南天，你什么意思？华师兄远居仙门，不食凡间烟火，怕是高估了这些南海散修的能力。哼，我父亲可是神通2重真气境的高手，更是华师兄指明要拜访的人物。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吧？哼，神通2重真气境又能怎样？轻微的葫芦就够他喝一壶了。你，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既如此，我们也没必要去不夜岛了，不如直接前往归墟吧。哼，你现在嘴硬有什么用？忘了被方寒打得不成人形的样子了吧？是不是，青薇？有种你再说一遍！哼，听说你被方寒打得差点生机断绝，也不知道万罗师兄看中你什么，花费大代价让你恢复修为，但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莫要再盲目自大，认不清自己的斤两。你，叶师兄受命于万罗师兄，身负重任，切莫因为一些琐事乱了分寸。哼！萧岛主威名远播，华师兄要我等登门拜访，自然有其深意。只不过，萧岛主明知羽化门派人前来，却不闻不问，怕是于理有失吧？也难怪叶师兄有所不满。难道是你父亲看不上我们这些羽化门弟子，有意怠慢不成？我确实给父亲传过口信，本来他也是要亲自前来迎接的，但中途有事，实在推脱不开，只好委屈青薇，多几日行程了。什么事情能比羽化门拜访还要重要？萧岛主毕竟是一岛之主，想必是要处理许多要事。就是啊，南海资源丰富，人员博杂，但我爹早已联合一众神通秘境的高手，在南海之中，可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谁见了不得尊称一声不夜岛主？怎能和普通的南海散修相提并论？萧岛主广交盟友，倒是令人佩服。我们若能结识一些散修中的豪杰，或许也算是此行的一大机缘了。哼，以我羽化门的底蕴，何须在这偏僻之地结识高手？管中窥豹，自以为是，我懒得和你浪费口舌。青薇邀我去归墟历练，也不知道你们掺和个什么劲儿。要不是万罗师兄授意，你以为我愿意来？这万罗师兄也不知怎么想。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归墟凶险难测，到时候我爹可不一定顾得上你们。萧兄多虑了，此去历练，本就是为了在逆境中磨练自身。何况我和叶师兄多少有些保命的手段。若要仰仗不夜岛主，反而失了初衷。青薇，不跟他们废话了。我为你准备了南海特有的灵果，正好用来缓解旅途颠簸。仙缘难测，不要辜负了万罗师兄一番好意才是。叶师兄，万罗师兄命我2人前来，必有缘由。我等静观其变即可。方清微和萧石准备前往归墟历练，你2人与他们结伴同去吧。这，师兄，方清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为何要？华师兄也有安排，你们安心历练便是。谢万罗师兄。想必华师兄已有布置，我们遇事多多留意便是。
小林，方小林，方小林，方小林！这蛇腹之内竟然能够吸收法力，难怪敢吞噬神通秘境的高手。这些千年妖兽本就是洪荒异种，自然是不好对付。你醒了？我稍微休息了一下，你就闹出这么大的阵仗。以你的实力，想要从这里出去，只能靠黄泉水的腐蚀之力。再拖延下去，你逃出去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小。我能感受到忘情符的位置，我要先找到方小林，再一起出去。但你的真气已经所剩无几，现在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想不到，我堂堂如临大功，竟憋屈的死在这畜生的肚子里。方寒，黄泉借法！龙轩，辛苦了。黑水王蛇已经遭到重创，现在让我们来干掉它。好。我先来。掌教至尊，如今仙魔大战在即，魔道猖獗。近日南海异象频生，我仙道十门应同气连枝，携手抗敌。如今太医门遣使而来，要在仙道十门之中成立执法联盟。弟子准备利用这个机会，
上太医门寻求联盟之法。我羽化门世代传承，在玄黄大世界中屹立不倒，位列仙道10门，本不必与他人结盟。太医门之所以名义上位居仙道10门之首，不过是因为拥有仙气永恒仙炉。你若有心能促成我羽化门与太医门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也未尝不可。毕竟此事与我羽化门在仙道10门之中的声势地位确有帮助，与你自身更有绝大好处。不过，你又如何能保证太医门能与我羽化门联盟呢？为我羽化门的利益，弟子自有办法，令太医门与我羽化门联合，让我羽化门在仙道10门之中更进一步。既如此，你且去吧。是，弟子告退。你干嘛要救我？我做什么事情，轮不到你来质疑。你好不容易才成为神通秘境的高手，居然为了一个仆从以身犯险。不过也对啊，要不是你鲁莽行事，我们也不会这么狼狈。如此说来，方公子多花费些力气，也是应该的。这个还给你。要不是这把破剑，我怎么可能被这畜生伤了？我用着不顺手，所以我做什么用不着你管。给你的东西，也不是你想还就能还的。你的伤怎么样？不碍事。黑水王蛇已然化蛟实力大增，虽说他已经被你重伤，但我们想要抓到他，还是颇有危险的。这黑水王蛇可遇不可求，我们浪费这样的机会，岂不可惜？对，化蛟了又能怎样？不还是个没有灵智的畜生吗？他把我们折腾得够呛，魔族有仇必报，我是绝不会放过他的。好，黑水王蛇刚刚化蛟，恐怕还会有一些神通极高的人闻到气息赶来。我们得抓紧时间追他。可是他已逃脱的无影无踪，我们如何找到他？我在黑水王蛇的身上种下了一些气息，有法子追到他。这儿便是南海不夜岛了。想不到这不夜岛还挺气派的。哼，那是自然。这不夜岛屹立南海已经100余年了。少主，是少主回来了。恭迎少主回家。你们前去通报父亲一声，就说本少主回来了。是，我这就去通报岛主。几位，请吧。小史，你家还是挺讲究的，跟我龙渊方家都差不多了。不夜岛福地洞天，只要登上我不夜岛，必是通宵达旦，夜夜笙歌。
我听说，这些散修高手没有什么规矩和律法约束，不管什么正邪仙魔，只要有利可图，随时都会杀人越货。呵呵，这不夜岛如此奢华，只怕令尊手上的人命也是不少吧？哼，家母仙元颇神，乃是玲珑福地弟子，他与家父共建此不夜岛，当然有如此盛景。玲珑福地。 臭小子，你回来了！爹，哎，气色不错嘛。羽化门弟子果然个个都是一表人才啊。这两位是叶南天师兄，袁剑空师兄。萧道主好。爹，这位就是龙渊省方家二小姐，紫殿峰真传弟子方清雪的妹妹方清微姑娘。哦。 原来这位就是你之前提过的方清微姑娘，正是。看貌相，果然不是凡人。萧岛主过赞了。几位，快请进。提我姐姐干嘛？这样才显得郑重一点嘛。大家都坐吧，稍作休息，我给几位接风洗尘啊。 萧岛主事务繁忙，不必客气。是啊，羽化门弟子登门拜访，萧岛主百忙之中还要在这厢房给我等接风洗尘，真是感激不尽呢。几位怕是误会了。哦，这……请坐吧。 萧石啊，此次带你的同门回来，所谓何事啊？啊，回禀父亲，如今我们都已达成肉身10宠，这次出海是想去归墟撞仙缘的。归墟十分危险，不过最近我也准备前去归墟一趟，找些东西，正好可以带上你们。听闻最近方寒也到了南海，不知我们会不会在归墟碰到他？方寒，他是谁？是……他是我们方家的一个马奴，受我姐姐的恩典，进入羽化门。萧师弟，你之前不是被他打伤过吗？应该比较了解吧？萧石，怎么回事？这……萧伯伯，其实我们和方寒都有过节。这方寒凭借魔宝欺压同门，耀武扬威。 又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突破到了神通1宠。不错，这方寒确如青微所言，是一个成凶行恶之徒。不过是刚刚晋升神通秘境的小子，竟然如此欺辱我的孩儿。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多谢父亲。待此件大事一了，我便随你们出海，教训教训这个方寒。 不知父亲有何大事？我已召集在南海颇有实力的4位岛主前来聚会，这次正好可以引荐给你。难怪这次回来不夜岛更显奢华，原来竟有如此盛会。以不夜岛居首，我们5位岛主准备商讨建立攻守同盟。吾岛结盟之日，南海便不再是一盘散沙。 这果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哼，其实这次聚会还有一位贵客莅临，诸位前来南海历练，肯定是希望遇到些奇遇仙缘的。啊，是哪位贵客？南海广袤无边，能人异士自然是数不胜数的。倘若能从他那里求得一些灵丹妙药， 定会让你们不虚此行，受用无穷啊！多谢父亲，多谢萧岛主，多谢萧岛主。不过能否抓住机缘，也要看各位的造化。对有些人来说，即便奇遇仙缘就在眼前，恐怕也是一晃而过，无福消受的。那是，正所谓仙缘难遇，无法强求。这老家伙卖的什么关子？唉。 真有这等好事，怕是也落不到我头上。
今日一聚，南海之格局已然不同于往昔。萧某不才，能与诸位岛主在此缔结盟约，实乃不夜岛之荣光。萧岛主过谦了。若不是萧岛主退让有度，运筹其中，这南海恐怕永远是一盘散沙，无法聚力啊。说得好，萧岛主居首乃是实至名归。好了，我们就别客套了。从今往后，我们五岛合力，终有一天，这南海的规矩就是我们说了算了啊！就是。一群蝼蚁又能翻出什么浪花？好热闹啊！诸位，别来无恙啊！啊，绝命岛主，你来干什么？这就是绝命岛主。廷尉，你认得此人？万龟仙岛发布悬赏令，通缉南海40大岛，这绝命岛主就位列其中。听闻5位岛主共聚一堂，更不用说还能在此间幸会羽化门弟子，此乃南海之盛事，我怎能不来讨个彩头？他怎么知道我们是羽化门的弟子？老夫不请自来，还请萧岛主莫要怪罪。哼，既然来了，我不夜岛怎能怠慢？听闻他倚仗魔道重宝5域王鼎，纵横南海，胡作非为，嚣张一点也不奇怪。哎呀，好酒！绝命岛主，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哼，诸位消消气，老夫此次前来只为拜会高人，倘若我们在这里动起手来，岂不是耽误大家的好事啊？岛主，贵客就要到了。既有贵客登门，烦劳萧岛主能引荐一二。老夫也是识礼之人，绝不会惹得贵客不快的。这不夜岛果然是好戏连台呀！我们已经追了许久，不知这孽畜究竟躲在哪里。他受了重伤，即便仗着肉身强横，也逃不了太远。前方似乎有个岛屿，我们去那里看看。风寒，我感受到黄泉水的气息了。黑水王蛇就在附近，他在那儿。看来这孽畜伤得不轻，正是我们一举擒拿的好机会。困兽陷于绝境，一定会全力反攻，我们不可掉以轻心。龙轩，你守住东边，黄小林去西边堵截，3人合围，这次绝不能让他再逃走了。好。
样？碍事。你刚才怎么不拦住他啊？如果你不拖后腿，我们已经把他拿下了。你方小林，怪不得龙轩，这畜生力道太大，以一人之力根本不可能阻拦他。好在他还没逃多远。我们别又中了那王蛇的招。恶鬼侠，我看此处倒是个瓮中捉鳖的好地方。他在暗处，我们还是小心点好。听到了吗？好像有什么动静。小心，我感觉这里的水脉方位似乎有些古怪，好像是……什么声音？不好，我们好像闯入了一个法阵。小心脚下！还瓮中捉鳖，我看你才是鳖。击船！上！孽畜！今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是……乾坤天地生两仪，两仪四象分八卦。这是三爻顺逆颠倒乾坤大阵。何处是正好叫他试试这大阵魔力。小心！时机最好，看你阵得破。天地定律，坤化定卦，这阵法能够自动修复。那是什么？应该是阵法的说明。看你靠魔力破阵不可行。我们得找到阵法的阵眼。山走通气，艮化兑卦，难怪水脉阴阳循环。只是借巨石成卦，以卦石结阵。反正已经在阵中，既然出不去，那我们就
实力，利用这个法阵的功能来对付黑水王蛇。好，这些挂石能识别外部攻击的真气五行，并转换卦位进行克制。从法阵的脉络来看，那张鬼面即是阵眼所在。那这孽畜就好抓了。你要干什么？还吸王蛇的注意，小心！干得漂亮！原来如此，巨雷元气消碎不息，众人发现随风而入。方还是借助训这二卦引蛇入穴，在激发风云之时重创王蛇。干得漂亮！这法阵连化蛟的黑水王蛇都无法攻破，我们怕是有麻烦了。焕真先生，在下来迟一步，还请先生海涵。萧道主，近来可好？哈哈哈哈哈！老先生挂念，先生一路舟车劳顿，竹叶岛已备好宴席，为您接风洗尘。我当是哪位德高望重的仙道长老？休息。有了。萧石，你父亲怎么会将这弱不禁风的病秧子封为上宾？是。我看此人修为平平，不像什么仙缘深厚之辈。是龙是鱼，稍后自见分晓。哼。今日武道联盟共赴家宴。特地备了南海独有的奇珍为喜，不知合不合先生的心意？听闻武岛和为一体同盟，实乃南海之幸事。焕真有幸与诸位共聚一堂，实在是受宠若惊啊！机会难得，容我向先生介绍一下新面孔。这几位都是羽化门的弟子。也是犬子萧石的同门信友。羽化门内门弟子萧石，见过焕真先生。仙道石门弟子，当真都是气宇轩昂，一表人才啊！羽化门虽不在南海，但也相距不远。先生若有闲暇，可到门中做客。是啊。先生在南海如此威风，晚辈也想让门中的师弟师妹长长见识。我羽化门最是敬重散修高人，只是不知先生在这南海走的究竟是仙道，还是魔道？说笑了，传闻仙道石门有拨乱反正之法，阴阳相通之力，正如魔门之物。亦可化为仙家至宝，仙师又何必打趣在下呢？难道他一眼就看出如意仙湖的由来？
萧岛主，如你不愿引荐，那老夫只能自报家门了。他又想干什么？先生威名传遍南海诸岛，在下绝命岛主有幸拜见幻真仙生。岛主谬赞了，是在下有幸结识才对。听闻先生之恩，福泽南海，今日相见实属难得，故而擅自备下薄礼，希望能向先生求得一枚灵丹。绝命岛主，先生乃不夜岛贵客，岂容你在席间奉礼，扰了这酒席的兴致？哼！在座各位不都是依靠幻真先生的丹药才得以修为大进吗？同是修道之人，诸位难道南海散修突破功法瓶颈，到我这里都和此人有关？如此说来，此人的确不俗。多谢绝命岛主，备下如此厚礼，只是再多的天才地宝放在我身上，也是暴殄天物啊！还请岛主收回吧。武道联盟受先生恩惠，自当是要倾力回报的。先生，请看，我等遍寻南海，求得这些灵异之木，均为世间罕有。不知这其中有没有先生所需？有劳几位岛主了。这5块灵木果然非比寻常，只是这些灵木并非我所求之物。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搞了半天，你们几个都是在诓骗先生了。你说什么？虽然礼物不合心意，但在下还是想恳请一枚灵丹妙药。岛主客气了，此丹药乃是在下亲手炼制，希望能对岛主有所帮助。多谢先生。不知先生所求究竟为何物？在下不才，就算是寻遍南海，老夫也要助先生了了这桩心愿。也罢，今日有幸在此共聚，那就劳烦诸位留心一二。这紫乌木正是在下所求之物。那是什么东西？一块木头。几位可识得此物？这什么东西啊？没见过，没见过呀。无根无脉，倒像块石头。先生，此物似乎并无特别之处。这紫乌木其实就是块凡俗之物，只不过比较稀少罢了。既是凡俗之物，它又有何用？岛主有所不知啊，在下身患顽疾，这看似无用的紫乌木，却偏偏是我赖以续命的一味药引。先生，可否让我一看？岛主，莫非见过此物？没见过，此物全无灵气，又怎能作为药引呢？造化弄人，我炼丹无数，造福一方，可到头来，却要靠这不中看的木头续命，实在是……
先生，您这是怎么了？您怎么了？先生，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想不到这幻真来南海，还别有用心。掌教，太医门虎狼之心昭然，华师兄想要与之联合，虽是为羽化门发展着想，但也无异于与虎谋皮。您为何会支持这一提议呢？嘉兰，在5大真传弟子中，唯你心开目明，最为伶俐，又怎会看不透天都此举所求呢？大道无形，升仙之道本就应当不拘不弃。如太医门那般矫枉过正，不就酿成了3000年前大伤仙道元气的玲珑之劫吗？修行修心不可执迷，就算跟太医门联合也无妨。谨遵掌教教诲。一切早有定数，我辈皆是应劫之人，当潜心修炼，方得正道。恭送掌教。掌教心意已定，若真让华天都促成联合，只怕未来羽化门的路会更加艰难。方寒的路亦是如此。清微也跟着袁剑空一行前往南海。据我所知，他离开前去过天都峰。华天都似乎将七煞葫芦变为如意仙壶赏给了他。我怕他会遭人利用，对方寒和龙轩不利。以我这些年的了解，对付方寒，并不足以让华天都如此上心。南海恐怕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利害牵扯。依照今日他的决议来看，其最终目的应该与太医门的结盟相关。看来我们也需多加注意南海的动向了。我在南海有些人脉，待我叫人关注一下南海。水下一样有挂石阻隔，就算我们兵分3路抢用5行变果，也最多突破到2流，根本无法触及阵营。
果然不简单，恐怕从上面也飞不出去。总得试试才知道。不好，触动阵符，这些八卦师兄会往中间收拢。这阵符像镜子一样，所有真气攻击都会被反弹。龙轩，有什么破绽吗？不知此阵之人，修为至少在神通3种，且这山谷外必有剑非同一般的法器压阵。凭我们3人想闯过去，几乎不可能。法器压阵。方寒，你把王蛇尸体收入黄泉图，我有办法叫你破开大阵。我有个办法，可以一试。什么办法？我需要黑水王蛇的尸体，靠它来破开大阵。竟然能收到王蛇，方寒，你竟然有斗气，难怪你修行进展神速，而且有挑战华天都的雄心。哼，好吧，道气确实有破开大阵的实力。在此期间，我正好也探探这座湖心岛，看有没有其他破阵之法。方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既然选择与你结伴而行，便是信得过你的为人。对你，既不会多加追问，亦能守口如瓶。若有半点风声从我口中传出，便叫好了。龙轩，你不必发誓，你我都是羽化门的弟子，我又赠你阴阳万寿丹，自然是相信你。况且，你我去归墟历练，本来就是交托性命之举，我又怎么可能会怀疑你呢？好，那我先去附近查看。这岛上环境复杂，他去了东边，你从西边开始排查吧。嗯。方寒，你不进入黄泉图，在外面做什么？道气的诱惑力实在太大，难保不会有人动邪念。我假装修炼，就是要看看龙轩是否会有异动。若他通过了考验，我才能真正的信任他。哈哈哈！方寒，你年纪不大，心思却够深的。幻真先生，一路保重。好的，那就此别过。诸位留步，幻真告辞了。唉，南海卧虎藏龙，这幻真先生果然是位奇人。可惜了一场大好仙缘啊！若我们也能得到1、2枚灵丹妙药，又何愁无法重回到山河榜啊？这回你总明白华师兄的用意了吧？
诸位，绝命岛主今日不请自来，想必各位对他的项上人头应当颇有兴趣吧？萧岛主，这绝命岛主倚仗无欲王鼎，不好对付。我们若能借助幻真先生之力，结盟南海各路人马，或许更有把握。哼！南海众岛的兴衰皆系于一人，你们不觉得荒唐吗？嘿嘿，这幻真先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尚未可知。如果我们夺得五欲王鼎，不仅不用向其求助其丹药，更能让五岛联盟在南海成为一方翘楚。可绝命岛主的实力不可小觑，贸然出手，只怕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不必担忧，诸位只要帮我牵制海上其他势力，莫让他人捡了便宜便是。至于绝命岛主，如今由羽化门出面与我不夜岛联手绞杀，各位岛主只需恪守本分，静候佳音便可。欢寒，你终于来了。看来龙轩通过了你的考验，你对他有赠丹之恩，又是同门弟子，只要不是天性凉薄之徒，不会忘恩负义。你打算用这王蛇来做什么？比起法器，自身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我黄泉魔宗有一门移花接木的奇术，只要同时满足拥有忘情水和修炼阎罗金身2大条件，就可以把王蛇的法力完全转移到你的身上。竟有如此奇术，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冒这个风险。什么风险？这黑水王蛇化蛟之后，身上最少也有1500匹烈马之力，一手不同于人，将2种法力调和不济，相互冲击，你就会走火入魔，身体爆裂而亡。王蛇的血肉法力精华已经被我凝结，你打算怎么办？当然，成功的机会也不是没有。你的阎罗金身已经修炼纯熟，平常神通高手忍受不了的折磨，你未必不能一试。哼，不冒风险，不得其遇。我这一路怕过什么？可以开始了。移花接木，斗转星移，化功变法。阴阳相生，自成两面。你找到什么了吗？这附近应该有一个驱动阵法的压阵机关。你确定吗？这里好像没什么异常。那是什么？你看见了什么？这图案和那个鬼面机关几乎一模一样。不错，
我算准了方位，你找到了压阵机会。费尽心思，不知这木片究竟有何玄机。哼，我看他找药引是假，扰乱南海才是真。这个消息正好交给太医门，让我此后不受那万龟仙道通缉令的约束。早就发出消息，竟然现在才到。太医门真是好大的架子。石龙子回报，近期天魔异动有些频繁，所幸其规模还不足以对即将到来的仙魔大战产生影响。听说他在此次调查中被太医门找了些麻烦。太医门的确是动机不纯，有意在挑起争端，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麻烦暂且不必在意。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南海。唉，这长老之位真是越来越难做了。大事小事都要我听，听了就得想，想了便须做，到头还是在替你这甩手掌柜担因果。天降孤星一事太过诡异，即便以我的能力，都无法窥其究竟。只怕这份因果牵扯的不只是我们，而是整个玄黄世界。看不懂的，往往最是可怕。是啊，或许传说中的天劫确有其事，而我们却还对其一无所知。这是阴阳逆转，道玄洞天。没有法力支撑，这些石头却能自然悬浮。以南海一众散修的实力，怎么可能设下如此厉害的机关阵法？不同寻常，正阳三剑，百贯通击，灵光水射，招剑即行。
面阵眼操控，他们能将金属兵刃投化为阵法的一部分，反过来攻击我们。 你手中，哼！又不是我讲的，是他自己要将我冤屈。身为魔族，已经脱小怨念。 黑水王蛇法力凶狠，现在只吸收了一半。移化芥末之术凶险无比，而且只适合前期电击。像这种快速提高的机会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你要放弃吗？富贵险中求，既然已经冒险，那就做到极致。 这种法力波动，已经远远超出真气境。怎么可能？就算是神通三重元刚境，也未必有如此强横的力量。他难道已经将王蛇直接炼化出体了？我从未见过这种炼化方法，但我看这种方法凶险无比，一不小心就会爆体而亡。罢了。 只能希望他有把握，千万不要走火入魔。姗姗来迟，莫非路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多谢岛主挂怀。这绝命岛周遭布满阵法，处处严防死守。若非岛主传送符咒助我穿行法阵，恐怕…… 还要耽搁更多时间呢。哼！要不是你们作梗，我怎会沦落至此？闲话少说，岛主传信邀我前来，不知有何要事啊？万龟仙岛的通缉令，该做个了结了吧？通缉令，这是万龟仙岛的内务，我太医门又怎好干涉呢？ 除非你所说的紧要之事，值得太医门出面周旋。哼！竟然真的把王蛇炼化了！你现在的法力，恐怕相当于2000玄黄烈马。我们破阵的几率更大了。放心吧，就算没有破阵之法，以我现在的力量，全力爆发，
也有很大几率突破这座法阵。当真？那现在压阵法器的加持，被我们暂时切断，突破法阵的几率更大了。还不是靠我随机应变，没有我吹箫奏乐，我们都得埋在那乱石堆里。奏乐？我觉得你对奏乐可能尚有误解。什么意思？你若有意见，也拿件阴系法器来逼逼。行了行了，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这个，你们拿去。这是黑水王蛇的气血灵丹。不错，这丹药可帮助你们补充法力，提升修为。虽然我现在功力大进，能够强行冲破大阵，但破阵之后恐怕还有大战。布阵之人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做好准备。这丹药不错，我先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哼，笑话！我们魔族可不像你们人类那么脆弱。这丹药我先收起来了。我不是在问你的意见，吃了。那我也不与你客气了。如你所说，这南海散修崛起之事，并非偶然，而是有人在背后推动。此人来路不明，但却出手阔绰。他用各种奇珍丹药笼络人心，被南海众多散修奉为上品。这些散修就是借助他的丹药，才得以突破功法瓶颈。正是。那此人有何目的？他自称要寻找一味药引。药引？所谓药引，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他的真实目的，哼，岛主又何必故弄玄虚？说出来，也方便我向太医门复命。倘若万龟仙岛取消我的通缉令，我自然会如实相告。你是南海之上臭名昭著的40大盗，这些年来，倘若没有我太医门的庇护，你如何能完好无损地站在我面前？我这些年为你太医门做了无数见不得光的事，你们太医门藏污纳垢，也不必我来告诉你吧。你说话小心点儿，你能为我们太医门做事，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这也是我为太医门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以后我便是南海的一个普通散修，与你太医门再无任何瓜葛。你居然还带了别人来，是想杀人灭口吗？如果太医门要动手，根本不用费这些功夫。阵法与王庭的联系断了。驱动阵法了。按照我们之前的观察，此阵遇强则强，我们3人不可集中攻击同一卦象，需按8卦3爻阴阳轮转进行推路。说人话，打哪儿？方小林首先动手，以金玉之气攻西方卦位。
功法攻击正怪。出瑶2爻被击破，果然促成克制后就有机会击破卦象。 3爻的卦势改变了，是外面的人在搞鬼。方寒，我们改变思路，出其不意，攻击鬼面，击破鬼面才是破阵的关键。快点想，再不说话我要反击了。布阵之人已经注意到我们，夜长梦多，没有时间再跟他耗下去了。破阵就交给我了。 在干什么？方寒要打破这大阵啊！只靠他一个人能行吗？青天玉皇，万木归阴。此人看着，倒是像我们在龙渊省酒馆中碰到的那个魔修。你二人认得此人？此人便是绝命岛主。哪里来的贼子？何故破开我的护岛大阵？来自耀我扬威。我们乃羽化门真传弟子。 绝命岛主，你一个被万龟仙岛通缉的宵小之辈，也敢在我们面前猖狂，当真是不知死活！我们同为仙道石门，不好出手。哼，羽化门又如何？我纵横南海，逍遥自在。 便是羽化门掌教擒来，又奈我何？无欲王鼎，动手！这里是。 我们被吸入五欲王鼎内部，此鼎内部别有洞天，大家要小心了。我们先往这边走走看。什么地方？怎么还会有天魔？而且这些天魔被杀死之后，竟然没有留下精神气息。不错，低阶天魔大多是由思维念头组成，死亡之后会产生精神气息。
而这些天魔留下的反而是晶体碎片。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尽早去找绝命岛主为上。刚才那些天魔是从下方飞来的，我们可从此路去看看。这使命恐怕有古怪。他们都中了精神幻术，在他们自己看来，对方都是要将自己置之死地的怪物。想办法，有擒贼先擒王，你赶紧出去干掉绝命岛主，幻术自己。此地也是脱离幻境的关键所在。就是此处。你竟然破了我的百鬼屏风的幻境！小小幻术，奈我何？哼！天罡绝命手！泉水包裹生神力，这是什么？
如何？你如何能刺穿我的五欲王鼎？你功法霸道暴虐，不像仙家弟子。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乃羽化门真传弟子方翰。你身怀魔功，投身仙门，却想要追求众生平等，真是志向远大呀！你果然就是酒馆中的魔修。我们这些散修，可比不上你们这些大派子弟。南海的修炼资源全都在万龟仙岛的掌控之下。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或者就像我一样，沦为所谓的大道。你既不满于万龟仙岛的蛮霸之举，那便去争去抢。世道不公，那就打破这个世道。而你却欺凌弱小，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实属该杀。仙路艰难，空有志向，又有何用？众生平等，人人如龙。但愿你能叫天地苍生有一个公道。想不到这羽化门的小小弟子，竟然能击杀绝命岛主。绝命岛主被杀，南海逆心恐遭羽化门截获，速速驰援。一字穿云箭。去！你们怎么样？我们没什么事，没想到中了京城幻术，实在惭愧。绝命岛主呢？我非刺他2剑，以解心头之恨。他已经死了。你杀了他？此事容后再议。你们2人帮我护法，我来探探这王鼎有何玄妙。这恶鬼峡原本有绝命岛主的守护大阵，实在是凶险异常。我还想着潜入这大阵，
要多费些功夫。未成想这大阵不知何故竟被破去，想必有人捷足先登了。那我们可要快点赶过去，不要让别人抢先。那是自然，我们半天便可到达绝命神宫。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坐收渔利。师兄前2日在掌教殿，为何不提执法队一事？建立执法队，无非是太医门干涉仙道石门内务的借口罢了。如若这般，结盟不正中太医门下怀？我只是抛砖引玉，联姻才是我的目的。师兄当真是棋高一招呀！那太医门的燕水一，乃是长生候补榜上排名第2的人物，也是最有可能接任下一任掌教的人。不知太医门对此事作何态度？太医门已回信于我。太好了，待掌教师兄，这便是赢下了最关键的一局。想必继任掌教之位指日可待，师弟在此提前恭贺了。现在还不能去太医门。盘武大力神通。喂，这都2天了，不就是滴血祭炼吗？他到底在干什么？虽然鼎的主人已死，可这毕竟是一件绝品宝器，只怕炼化起来也危险重重。哼，这鼎分明就不是仙门之物，你们总嘴上说什么斩妖除魔，反倒对我们魔族的宝物爱不释手。有人来了。萧伯父，我们走了2天才到，绝命岛上的东西是不是都被别人抢光了？青薇放心，有我爹在，这些宝物怎么会让别人抢了去？站住！龙轩师姐，可恶！原来先到的是他们，他们怎么会和南海散修在一起？爹，这位就是。你们怎么会来这里？萧伯父，她就是方寒圈养的魔女，方寒一定就在这里。龙轩道友，在下南海不夜岛岛主萧不夜，偶然得知了悬赏大盗绝命岛主的下落，于是让犬子萧石邀约一众羽化门青年才俊，一同前来除魔卫道。唉，却没想到此寮已然伏诛，呵呵，实在是大快人心啊！既然如此，萧岛主和各位师弟师妹可以回了。老夫推断，你们诛杀此寮也有些时日了吧？龙轩道友有所不知，这绝命岛主有一个宝贝，魔气深重，绝不是神通1重真传弟子能独自炼化的。既然老夫赶上了，自不能袖手旁观。随我来。站住！方小林，你拦住他们！
的奴才也敢挡本小姐的路？你放屁！先知，这龙女的脚力倒是不可小觑。外面罡气驳杂，应该有高手，不过也只是神通3重罡气境的实力，但龙轩他们未必能拦得住。龙轩。 我在用秘法和你传音，外面什么情况？你的老熟人们来了，想要夺鼎。你正在炼化王鼎的关键时刻，不要分心，只有尽快完成炼化，才能多一分胜算。好，你和方小玲多加小心。你一介南海散修，与羽化门为敌，就不怕挑起祸端？道友说笑了，我不过是听闻羽化门弟子被困于鼎中。 出手相救罢了。速度挺快，可惜劲力不足。 堂堂羽化门的弟子，连神通1重和神通3重之间的差距都意识不到吗？实在是不成体统。哼，不过小小肉身境，仰仗法宝而已，找死！ 方寒这狗奴才，不过是跟着我姐姐才捡到的修仙资格，竟然还敢私自圈养魔仆！我今日就替紫巅峰清理门户！有本事别跑，赶着去投胎嘛！要是没那葫芦，定像个哭都找不着调。 身境的娃娃们，一个个口气还真不小。邪魔外道，人人都要出去！想助我魔灵大空？你也得有这个本事！ 身境啊，法宝再好，也得看谁用。
青微莫急，我爹不会放过他的。将你挫骨扬灰！哼，乱来！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他！你敢？你试试呀！我不仅敢，还要挖他的眼睛，掏他的心！别！爹，别冲动！爹，他可是魔头啊！你若敢动手，就等于方寒亲手杀了萧师弟。魔女，你要想好了，你可是方寒的侍从。我儿若是伤了，今日你们谁也走不出这里。你们几个真是好大的胆，竟然联合外人公报私仇，意图杀人夺宝。这岂是联合外人？我等奉华师兄之命，与不夜岛联手缉拿绝命岛主。萧岛主此刻便是羽化门的客人。哼！你休想混淆视听！黄小林，你方才说要对我孩儿挖眼掏心，不如你先尝尝是什么滋味吧。想必这位就是方寒道友吧？你在羽化门就欺我儿消失太甚，若不交出五玉王鼎赔罪，恐怕今天是交代不过去了。哼，华天都好一手借刀杀人。倘若清雪师姐得知这把刀就是你，真不知道她会作何感想。住口！你又想去我姐姐面前搬弄是非？先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什么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倒是不但武玉王鼎不与老夫，老夫还要用你那魔谱炼成上好的丹药，助老夫修为更进一步。神通2重的真气，怎么可能比得上老夫神通3重的瘴气？
主，想要这五玉王鼎，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哼！想跑，把五玉王鼎留下！辛苦你们了。爹，无碍。爹，走吧。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爹！方寒，我要你偿命！小石。你怎么能下如此狠手？萧家与我羽化门向来交好，萧石还是你的同门师弟，你怎能全然不顾仙道礼法？方寒，南海势力驳杂散乱，多亏不夜岛主这样的人物，才能拧成一团。你这是祸乱南海！我不杀萧不夜，已经对得起同门情谊了。而你们几个，若不是羽化门弟子，连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方寒，你敢把我们囚于此处，我姐姐不会饶过你的。说的也是呢。我已经用水印符记录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你们勾结外人夺宝成功，意图杀害真传弟子，天行长老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的。绝命神宫是个好地方，你们就好好的留在这里，除魔卫道吧。就是他们，不错，没想到他们真的击杀了绝命岛主。绝命岛主本就该死，留着不过是还有些用处罢了，倒是帮我们省去了很多麻烦。唉，不过五玉王鼎以及绝命岛主之前所获的线索，恐怕也都落入他们手中了。哼，拿回来便是。不错。区区羽化门弟子，也敢染指我太医门之物。方寒。你此番对萧不夜下手还挺重，恐怕龙轩方小林为我护法，却险些被他害了。我没直接杀了他，就算是手下留情了。
想要我方寒这条命的人还少吗？哼，也不在乎多这一个了。你伤势如何了？无妨，运转气息调理一番后，已没什么大碍。对了，方寒，你今日击伤萧不夜，确实是让某些人脸面无光。我不管什么脸面，既然敢针对我，就要付出代价。我倒是觉得杀得好，痛快。畏畏缩缩，只会把自己的命赔进去。你当真是地底魔族，丝毫不知仙门形势之复杂。哼！放心吧，我只是把他废了，还留一口气。如果日后真要追究，也有周旋的余地。好吧，眼下也只能如此了。哎，对了，你那破鼎竟还能布阵啊！这王鼎可是大有乾坤。就不知那阵能困他们多久？照我说，就该困他们个10天半个月，让他们长长教训。羽化门弟子何在？太医门前来拜会，速速出来相迎。他们是谁？我乃太医门真传弟子姚典，真传弟子夏幽，真传弟子宇焚。你3人可是羽化门的道友？方寒，这3人来者不善，看上去修为要高于我们。你先别搭话。我乃羽化门新晋真传弟子龙轩，不知诸位太医门道友拦我彩霞弃传，所谓何事？诸位道友，你等剿灭海上魔头绝命岛主有功，助我太医门替天行道，匡扶先锋。我等代表太医门特此前来感谢。不过，你等夺得的宝器五玉王鼎，乃是800年前五玉大天魔王祸乱人世期间，被我太医门大师兄昆阳子斩伤逃遁，而流落人间的魔宝。所以还请3位，让我们查看一下绝命岛主尸身与五玉王鼎，才好为3位记录功德。想必诸位是认错人了，我们的确是为追捕绝命岛主而来。可当我们到达时，绝命岛主已被不夜岛主击杀，五玉王鼎应该被其带走。太医门这份功德，只怕我们受之有愧。哼，想不到堂堂羽化门的真传弟子，也谎话连篇。实话告诉你们，方才我一直用太医遁天符隐藏在旁，事情经过全都看在眼里。以你们羽化门的道术，自然无法寻得其中奥妙。仙道10门各守一方，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羽化门应望归仙岛悬赏，前来缉捕绝命岛主，又怎么变成了帮太医门做事？你等也无需狡辩，即刻交出五玉王鼎。绝命岛主是我们杀的，又如何？今天这王鼎，我们不交又如何？太医门还真当自己是天下仙道一家独大，什么事情都要管一管是吧？你又是何人？我乃羽化门真传弟子方寒。师兄，就是他杀了绝命岛主。须知道你们代掌教化天都见了我姚典师兄，都要礼让3分。哼，化天都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好一个狂妄小儿！今日我就带化天都好好心疼。
既然五域王鼎和太医门大有渊源，我愿交还王鼎。放寒，你要干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过，我还是喜欢你一开始桀骜不驯的样子。此小儿竟炼化了五域王鼎，收！天石大法！不必准，难道就任由这几个卑劣狡诈之徒带走五域王鼎吗？哼，师兄是有别的打算。杀了绝命岛主，自然要领取赏金。我们直接去悬赏地，等他们上门即可。妙啊！师兄好一招请君入瓮。他们没追上来，不过以防万一，我将王鼎停在了海底深处，现下应该是安全的。这玉鼎果然耗费气力。等安顿好后，我教给你们他的法门，咱们一起来就没这么耗费气力了。这王鼎还真如你所说的大有乾坤啊！这还不算什么。这破海底也没什么好看的。对了，龙轩，这太医门向来如此狂妄吗？何止狂妄，太医门仗着自己是天下第一道门，向来叫嚣着仙魔不两立，对我们魔族喊打喊杀的。太医门一心建立掌管仙道、统领群仙的天宫天庭，妄想整个仙道都要遵循他们的条条框框。太医门不是想做第一道门，而是想做仙道之主。呸！就凭他们，哼，早晚有一天，我们魔族要让他们血沾血。此处便是五域王鼎的藏书阁，这里面尽是绝命岛主的武功典籍收纳之处。哼，旁门散修，目光短浅，能有什么功法典籍啊？这是绝命岛主的天罡绝命手，威力不俗，你不妨拿去练练。哼，真有这么厉害，还能被你打败？看来那绝命手也不过如此。哎呀，你变来变去的，到底要干什么呀？烦死了！你不是咸红衣剑用的不顺手吗？这龙泉剑也是极品灵器，给你用吧。你让我换我就换啊，我偏不要。哎，方寒，你又要干什么？哎，这里不错啊。哎，我们的彩霞祭船也在这里。
方寒，下一步你可有何打算？还未想好，你呢？我打算去万归海市。太医门知道我们杀了绝命岛主，多半也能猜到我们会去海市领悬赏。真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万归海市立世之初就定下铁律，昭告天下，不管魔道仙道，凡登岛动武者，必斩之。海市全域中立，所以就算是太医门，也不敢在岛上妄动。况且，归墟之行，万般凶险。若我能在海市换得7大水母，便有很大的可能突破神通2重真气境。你也要突破真气境了？那也是多亏了你的阴阳万寿丹。这次若再得7大水母，真气立成。好，就去海市。只要合我3人之力，驱动王鼎加速前进，肯定能在瑶点3人之前赶到万归海市。出来！连我的分身也能察觉，看来即便许久未见，你对我的魔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敏锐啊。身为魔帅，胆敢操纵分身接近羽化山，你才是一如既往，不知天高地厚。我又没有擅闯羽化山门，只是来访友，怕什么？况且，不就是劫了你与雷帝洞府的通信？再者，信中之事也与我相关，何至于如此冷淡？你既知水谷天魔出现异动，封印不稳，还不快去镇压水谷天魔？来此作甚？当初既是你我2人共同镇压，如今总不该让我自己收尾吧？我近来门派事务繁忙，暂时还不能离山。你就是吃准了我惦记水谷天魔的本源，不会放任不理。算了算了，我去还不行吗？水谷天魔的封印就算有异动，一时半刻也不可能被突破。你任由我劫了你与雷帝洞府的通信，恐怕是另有吩咐吧？我妹妹轻微受人挑拨，此番南海之行，恐怕会酿下祸端。另外，方寒也去了南海，若你有缘见了2人，不妨帮扶1二。原来你就是想借我之手，关照自己门下之人。唉，罢了罢了，既然是你亲自开口，我就答应帮你护下他2人。但仅此一次。唉，真是块无情的休闲石啊！你为哪奴才布下的法阵，也妄想困住我？都试了多少回了，我看还不如留点体力，等人来救吧。这里如此隐蔽，谁会来啊？差点忘了，不夜岛上幻真先生曾赠我一锦囊。你说都那么久了，怎还不见那幻真先生有反应啊？南海散修本就不过是一群唯利是图之辈，又岂能当真？真是笑。我看那幻真
莫不就是个大忽悠吧？那仙师是在责备幻真了？幻真先生，你真的来了！爹，姑娘稍后，我来救咱们了。幻真，爹，这就筑起为破阵。你快醒醒！你得千万坚持住啊，爹！乱七八糟的峡谷，就是万归海市。此处乃一线天，只是万归海市的入口罢了。你说什么？爹，你可不能死啊！爹，孩儿还没孝顺您呢。你快些回来吧，别在那儿影响先生救治萧岛主。孩儿该如何是好？求先生，求先生救救我爹！那是自然，幻真必鼎力相救。你先出去吧。幻真或能保萧岛主一命，但岛主识海受损，命脉尽毁，往后断无修行之可能。于你而言，怕是生不如死啊！既如此，幻真倒不妨送萧岛主一程。方才时间仓促，还未正式感谢先生相救之恩。他日若先生有用得着青微之处，青微定结草衔环以报。南海数万散修，一味勾心斗角，终难成器呀。原来先生借药引为由，不过是为辨识南海有志之士。姑娘果然聪慧，如今时局混乱，若再能将他们与仙门正道一起，青微姑娘，在下确有一事相求。先生请讲。不知姑娘可否为幻真引荐门派高人？日后南海散修若在仙魔大战中立下功劳，世人也会对姑娘高看一筹啊！先生大义，青微定当竭力引荐。只是此地距离遥远，引荐之事要等到青微回到门派以后了。无妨，只要青微姑娘愿意，幻真自然有办法。天哪，终于熬到可以下船了。
仙友，来试试这把七彩仙侠剑，刀光剑影，一舞倾城，绝对适合仙友你啊！哎，冰糖葫芦喽，冰糖葫芦，酸甜可口又馋虫，外罩冰糖，亮似冰。我王老三的糖葫芦啊，便是比起群星门的翡翠玉群丹，也不遑多让哦。嘿，小娘子，过来看看我王老三的冰糖葫芦。我王老三的冰糖葫芦可是仙道一绝呀，这味道。快跟上！哎，哼，你怎么说话呢？你不吃我王老三的冰糖葫芦，你们可是亏大嘴了，你知道吗你？原来这海市这么大。我们要先去玄龟阁，那里是万龟仙岛的领赏之处。龙轩，你怎么对这万龟海市这么熟悉啊？我生于南海，儿时曾来过罢了。回来了，我们先去办正事，办完再玩。这里好多奴隶啊！哎，龙轩，你还好吗？玄黄世界，损不足而奉有余，是不变的规则。于弱者而言，活着便是一生之难。你方才说的不过人之道，但大道万千，这规则也该改一改了。我们到了。数十载，都为神族斩华光。虽然艰难历遍未退堂，从此后岁月流逝，发如霜。怎奈意外你深恩显丧。最近海上可有什么异闻异事呢？海上的事，阁主还需要问我？是啊，这40大盗，转眼就被您解决掉了3个，日后怕是只能称37大盗了。玄龟大人，放肆！贵宾在此，何故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出什么事了？带他们领赏去吧。是。有人杀了绝命岛主，可是抢了魔帅的生意。真的假的？就他们几个，能杀绝命岛主？这可是万龟海市，再怎么也没人敢在这儿耍手段。这矮子怎么去了这么久？到底给换还是不给换？来了！哎，七大水母呢？这不就来了吗？哎呀，还是先让几位仙师久等了。
就怪这七大水母太难得了，海参不得先询问过我家阁主，方才敢说兑换给几位仙师啊。那你家阁主可有何交代？啊，这可是龙泉这扯东扯西，跟你有关系吗？赶紧说正事儿。仙师是修习木系功法的吧？是又怎样？啊，那个海参这有一块神奇的木头，仙师若得，必有大用。先生，仙师可愿用你背上的大宝剑与海参交换木头呢？别扯这些有的没的，我们要的七大水母呢？七大水母已经在准备中了。此剑，你当真不要？说了不要就不要。那便给你了。感谢仙师。你是不是傻？就这破木头，你就跟他换了？大宝剑！慌！区南海散修，也敢耽误师兄的时间？方家之人，都是这么轻重不分的吗？南海向来一团散沙，最近倒是因为这幻真有了几分羽翼继承的势头。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先生请。掌教师兄、幻师兄，幻真先生到了。在下南海散修幻真，见过羽化门戴掌教。闻听先生与南海搭救了我羽化门的一众弟子，先生辛苦了。幻真愧不敢当，不过是恰巧与羽化门的几位年轻才俊有缘罢了。华师兄，幻真先生他……方行威，你先退下吧。青薇，先行告退。先生勤于南海，实属玄黄之幸。幻真惶恐，大劫将至，幻真虽为散修，但也深知修仙之人当为苍生而立的道理。先生言过了。幻真口中的大劫，指的可是天地之劫。坠星不过天象奇观罢了，先生何至于称此为大劫？如果只是奇观，怎么连赵玄一也差点丧命？太医们又何必要封锁白马洲，与万龟仙岛联手守住这奇观的秘密？幻真听说戴掌教正欲与太医门联姻，若是联姻可成，是否是大劫？或许可从太医门处得到些许线索。幻真先生真乃妙人也。但戴掌教不愿交出本命神通，联姻之事恐怕难成。不过，幻真游历3界，曾无意中获得一本三皇大德神通，愿助掌教一臂之力。好。那幻真就先告辞了。先生慢走。师兄当真要放走此人？师兄联姻之事，此散修怎能知晓？而且还备好了一本神通，恐所图甚大。大道至简，
无欲则刚。此人既有所图，便不足为惧。传信太医门，羽化山代掌教华天都拜帖，即日登门。是。天地大劫。传阁主话，这座铜殿乃是九火精铜铸造，本是我打坐练气的地方，最为隐秘不过。风寒道友尽管修炼，保证这无人打扰。我和龙轩修炼一段时间，你在外面守护一下，不要离开，免得遇到什么危险。毕竟是别人的地盘，小心些总是没错的。有了我的这些布置，只要有人窥探，就会触发灵响，提醒我们。方姑娘，可是有什么心事？用不着你管。风寒道友对方姑娘也是太严格了，我们这些做下人的，最是能感同身受。方姑娘，可还记得我们万归海市的禁令？即便是10大仙门都不敢在这岛上造次，普通的妖魔邪修更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能遇到什么危险呢？若方姑娘想出去逛逛，自可前去。方寒道友有什么吩咐，有我这照应着。出不了什么乱子。这可是你说的啊！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把你这个破屋子给拆了。放心吧。我们万归海市的市集最繁华，整个南海找不出第2家，方姑娘一定不可错过。以你心思缜密的性格，没想到会为了和方小玲置气，用那把龙泉灵剑换一块破木头。倒也不是这样，我只是隐隐觉得此物不凡。我修炼的又刚好是木系真气，或许有一天能用到。不过我看那个海山面色不是善类，还是要小心一些。这是自然。南海势力驳杂，各怀鬼胎，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游刃有余的，又有哪个是良善之辈？不过如今7大水母已经准备妥当，只要你顺利突破到神通2重真气境，就算遇到什么意外，也会多一些应对之法。好，那就事不宜迟。和龙轩那个房间一模一样。
你能不能看出这碎木片的来历？这块木头倒还真是有些奇怪。我就不信了，天下还没有忘情水渗透不进的东西。无欲王鼎阵法中抽出的真火，竟也不能炼化。王涵，用你的木皇真气再炼。好，青帝木皇功，天地之间的木性物质都能够统摄。黄泉水不能渗透，青帝木皇功无法炼化。哦，我知道了，哈哈哈哈！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想到传说是真的，哈哈哈哈哈哈！这到底是什么？这是剑木。剑木？又叫世界之树。传闻在很久很久之前，天地中央耸立着一棵树，贯通仙界，但是后来被一位太古大能砍断，至此人仙通道关闭。不过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就算是现在的仙道至尊，都无法考证这段传说。那这块碎屑有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真是世界之树的一块碎屑的话，那么你汲取其中的木灵气，只怕青帝木皇功会修炼到前无古人的境界。不过现在只有这一小片，还不知道怎么使用。你也不用想着靠它能一步登天了。世界之树这样的碎屑，居然能落到海山手里，也难怪别人不认得。连你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对了，你刚刚说到仙界，仙界是什么样子的？仙界是一个特殊的时空，只有长生秘境，领悟世界规则，才能够打破天地障碍，进入那一个神秘时空而获得不朽。你曾说，你就是仙人打坏道行的。黄泉大帝在登天的最后一步遭到了攻击，我甚至没有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被仙人打坏，掉落地面沉睡。传说中的仙人竟如此厉害！我听黄泉大帝说，仙界之中有永生之门，谁能够寻到这座门户，进入了永生之门，就能够永生。天地腐朽了，它不会腐朽；日月陨落了，它不会陨落；诸天万界都毁灭了，它不会毁灭。不过这些传说离我们太遥远了。不错，只有现在足够强大，才有将来，才能验证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这肩膀，这个绝对没什么问题，能跳能扛。你再看看，我王老三的糖葫芦，便是比那群星门的。哎，小娘子，这么巧又是你啊！哎，这次你要不要再来一根啊？那。
过是请大公移步到结界之内，以防有人打扰。堂堂妖神宗长老，你怎么会在这里？大公见笑了，您今天去的那个商阁也是老夫的。那你倒是身居高位了，竟能诓骗万龟仙岛，将整个商阁交给你打理，算是大功一件。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大公说笑了，为宗门办事，不敢有。老夫前些日子截获了一条送往宗门的消息，里面提到了一件魔道重宝，不知魔林大公可还记得？老夫在万龟海市筹谋多年，若有魔林大公里应外合，不但有把握拿回重宝，更能击杀那神通二重的小子，让你重获自由。不知魔林大公意下如何？你是说五玉王鼎？区一个五玉王鼎，怎么可能搭上老夫冒着暴露的风险出手？况且你发消息的时候，那小子还没来南海，哪儿来的五玉王鼎？你那传信里成了，应该是交符黄泉图吧？交符黄泉图事关重大，机会只有一次，现在还不够成熟。你回去吧，等到时机成熟，我会通知宗门。魔林大公，不要忘记你魔皇血脉的身份。为了沉迷在这人世间虚假的繁华里，竟甘愿做一个为人类端茶递水的奴隶。那条是死路，要不是你长得像我的一位故事，早就死了。我现在没有下次。原来是被下了禁制，怪不得如此乖巧，不敢有一丝反抗的念头。如今摆脱控制的机会就在眼前，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魔林大公自己了。这人是哪里来的？他眼睛怎么？哎呦，这也哪里来的俊俏小娘子啊？小娘子好生漂亮，老板藏这个好货色啊！这身段让人欲罢不能啊！不知可看一眼呢。唇红齿白，体态婀娜。老板，这个好像脑子还不太清楚。别跟我抢！还让我看上这眼了！哎，我呀，老板，哎，这个我要，这小娘子这个是我的，真是没得去处。还有人争抢，当奴隶嘛，让我给你找个好人家，保证让你享福快活啊！小娘子身体软得很啊！哎呀，香香的。啊！不是，这好大的力气！哎呀！杀人了！这是万龟海市！还不快滚！滚啊！快走！后地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知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幻梦空花，看看眼前实不实？羊头热铁，摸摸心头，怕不怕？
厚地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知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幻梦空花，看看眼前实不实？羊头热铁，摸摸心头，怕不怕？数年前，我们一家乐为养小女寻宝，新欢长，却是那后不少回响，都为外面世界风险藏，谋报图留并非良计，快回家来共赏方长。木黄真气可以让你滋润身体，而阎罗金身则可以给木黄真气提供元气，辅助修炼，两者相辅相成。公子，你那位俊俏的小娘子去市集玩了，现在市集里围了好多人，你快去看看，是不是那小娘子太漂亮，大家都围着她走不动路了？公子，早去早回啊，公子。怎么回事？这个，万归海市，规则铁律，后悔求舍，无可挽回。天下熙攘，莫有不遵。罪罚临身，当之难逃。诛斩贼盗，正典民意。捕获叛王，就有应得。如今按照万归海市千百年来的规矩，便将你处死。你可有申辩之词？你是何人？等等！万归海市严禁争斗，此二人深不可测，切莫冲动。两位令使，我们初来乍到，此间必有误会之处。这魔道女子逞凶斗狠，触犯铁则。你阻碍我们断罪论法，一样罪嫌难逃。且慢动手，二位且慢动手。这三人初来乍到，对万归海市的规矩不甚熟悉，乃是情有可原之事。再者，这三人斩下40大盗之一绝命岛主的人头，完成了海市的悬赏，也算是万归海市的贵客了。三来，羽化门与万归仙岛同是仙道10门，同气连枝。这三人乃是羽化门的真传弟子，若有伤亡，只怕对于两个宗门的关系也有影响。只是昏过去了。最后，我应天晴乃是先天魔宗的少主，如今我为这三人作保，保证他们日后绝不再犯。这魔帅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该放心了吧？竟然跳出来为你作保！万归海市禁止私斗，仙魔妖凡天下尽知。
倘若开此先河，日后我万龟仙岛如何面对天下之人？你贵为魔帅，是我万龟海市的贵客，但倘若凭你一言便坏我规矩，我万龟仙岛日后如何统摄南海？如此说来，你们是不给我这个面子了？魔帅息怒，令使息怒。魔帅息怒，老夫向二位令使说个明白。二位令使，可否听老夫一言？玄龟阁主，你有何话要说？这3人确实是我玄龟阁的贵宾，是这些商贩不知轻重，冲撞了这位羽化门的仙子。好在并未造成太大伤亡，此事便交给老夫处理，如何？玄龟阁主，你可担得起这责？魔帅地位尊崇，老夫忝居玄龟阁阁主，能否看在我2人的面子上，放3人一马？倘若日后3人再犯，老夫会亲自出手击杀3人。魔帅，你地位尊崇，向来爱惜羽毛。如今你既为这3人作保，倘若这3人再生事端，你一样难辞其咎。好大的口气！就是你们万龟仙岛的第1大弟子万连山在此，也不敢这般与我说话。魔帅息怒！魔帅息怒！哼！我应天晴是何等之人，怎会与这2个走卒一般见识？待得日后见了万连山，再让他给我个交代吧。这魔帅就这么走了？玄龟阁主，此事本无转圜余地，但念在你多年来忠心耿耿，筹办商阁，此事便交由你处置吧。若有差池，定不能饶。多谢2位令使，多谢2位令使。公子，你这朋友也太胆大了些，竟然敢在万龟海市闹事。若不是魔帅在场，此事恐怕难以善了。我与那魔帅有救，也多谢阁主出言解围了。不敢，只是待得这姑娘伤愈之后，须得独自来我玄龟阁走个过场，以全我对2位令使的说辞，省得日后麻烦。老夫先行告辞，公子可万万不要再生事端。多谢玄龟阁主。阁主慢走。少主，少主，是你吗？你们是西龙岛旧人？原来渊源在此处。是少主，是少主！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我们总算找到你了。族中长老也十分担心你。你们回去告诉族人，我一切安好。你们快些逃走吧。我们既已寻得少主，当然要跟着少主。这些人龙明明不久前还身陷囹圄，全是为了救我们，如今倒想着报恩了。虽然他们血统不纯，可依然有龙族的骨气。我现在已是羽化门弟子，不会有事的。我与龙轩师出同门，自会互相照应，你们放心吧。龙轩，方小玲状态不太好，我先带她回去。好。
你们用这隐匿符逃走，离开之后务必小心，可不要再被歹人捉住了。多谢少主，谢谢少主，多谢少主。跟我来。你们可从此处逃走，不远便是大海，找个安全的地方，保护好族长儿女。待我学成归来，自会去寻你们，为我西龙岛报仇雪恨。那还请少主保重。他怎么样了？没事。他终归还是大阿修罗，魔性难消。即便你如此对他，可是日后机缘实难预料。如今他身心接受重创，我虽以木皇真气给他疗伤，但须得找个僻静之所，好生休养才是。如今他身受重伤，眼下虽然伤势稳定下来，但只怕一时半刻难以痊愈。我们得在万归海市多待些时日了。只怕瑶典三人不日便来，到那时，只有伺机行事，见招拆招了。只能如此了。那些人龙族人已然逃走，南海广阔，你大可放心。想不到，都被你看在眼中。我原是南海西龙岛上的人龙一族，我族人虽人人修道，但西龙岛地处偏僻，与人族修士一直相安无事。可万归仙岛表面上是名门正派，其实却打着斩妖除魔的名号，在大海之上到处排除异己，令海外修士臣服。有一天，万归仙岛突然杀到岛上，勒令西龙岛臣服他们。我的族人不同意，就全部被杀死。抽取我们人龙血脉，那些没死的族人，则被万归仙岛囚禁，在这万归海市上被当作奴隶买卖。我被族中长老保护，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遇到了迦兰师姐，才拜上羽化山，如今又成了真传弟子。待得我日后巩固修为，一定要杀上万归仙岛，报此血仇。如今他们伤了方小玲，又对我们不依不饶，已经结下仇怨。到你报仇之时，我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把这些新仇旧恨算个清楚明白，为你和你的族人讨个公道。谢谢。你我同门之交，万事兴兆，又何必言谢？何人来我太医门？羽化门，化天都。
早在一登岛，我就应该收回彩霞七船，是我疏忽了。倘若被瑶典三人发现，便一定会知道我们就在海市之中。没事，瑶典三人应该还来不了这么早。现在收回七船，应该也不迟。哎，打烊喽，打烊喽！我王老三的糖葫芦，便是比起群星门的翡翠玉清丹，也不遑多让喽。方寒，这是上上的灵妙之品。方小林因为糖葫芦才受此为难，想不到我们又在此处遇到了。他一到海市便想吃糖葫芦，我负他心意，其后更是因为糖葫芦，才导致被令氏重伤。手气，这位仙哥，这位仙哥，要不要来一串？啊，马上打烊了，帮个忙呗。来一串。得嘞。您说好，您那冰糖葫芦。哎呦，你可真是善人，您真是善人呐！善人呐，善人呐！祝善人福运来时如东海，金曲玉器财满堂喽！善人慢走，善人慢走啊！想不到这三人来得这么快，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彩霞七船。我们先离开。他们在那儿，追！他们发现我们了。先进晚归海市。在那儿，走。左边。哟，这么巧。罗帅应天晴，你怎么在这里？三位太医门的高足能来这万归海市，我自然也能来了。又是魔帅，难道这次他也是来帮你的？我也不知，我们看看再说。我没工夫与你闲扯，快点让开！这万归海市是你太医门的吗？只你太医门能走，天下人却走不得。你，应天晴，你是当真要管我太医门的事了？万归海市自设立以来，无论是神通大能、天皇贵胄，又或是贩夫走卒、金皮彩挂，来这万归海市都要一视同仁。你们与羽化门同为仙道师门，干什么追着这两个小弟子不放？我们乃是太医门真传弟子，乃是天地间正道所归。如此行事，自然是事出有因。你不过是个魔道妖人，居然来管我们的事，哼，好大的口气！你们既要对付羽化门弟子，又要在万归仙岛的地盘闹事，看来太医门真把自己当作天下共主了，要将仙道九门也一网打尽。仙道十门同气连枝，此时莫要再次挑拨离间。何事？如何？走！你们还敢向我动手不成？应天晴。哼，看在你们大师姐烟水一的面子上，今天不与你们计较。日后再见，可别怪我辣手无情。应天晴，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你怎么样了？医好了大半，明日便能出海了。如今瑶典三人已到，我们如何离开？该从长计议。他们已经来了。不错，我和龙轩已经遇到他们了。放寒公子，
是海山。他来做什么？方公子，阁主让我来给方姑娘带个话。方小玲，你与我说就好。不成。阁主让我和方姑娘说话，可没让我和你说话。她日前受了重伤，不方便见客。你告诉我，我再转告她也是一样。啊，那可不行啊！阁主说了，让我告诉方姑娘、方公子。虽然你也姓方，可是你不是姑娘。我自然会将你说的话原原本本告知于她。你快点说。倘若公子记错了一个字，或者少说一个字，又或者多说一个字，此人说话颠三倒四，家财不清。倘若不让他见到方小玲，不知还要纠缠多少时间。那玄龟毕竟帮过我们，公子不知有何话说。这海山是个浑人，即便让他见到方小玲，料也无妨。你随我来吧。谢谢方公子，我把阁主的话背了好几遍呢，一定不会说错的，也不会说多，更不是说少。姑娘别来无恙啊！我刚刚受了重伤，说什么别来无恙？姑娘受了伤，但有方公子肯定好得快。阁主让我告诉姑娘，已过2日，想必姑娘伤势大好，可独来我玄龟阁，以全老夫前日之言，让海市的2位令使不致起疑。姑娘在玄龟阁中待得1时3刻，便可离去，也算老夫惩戒提醒之责。你回去转告玄龟老儿。哦，我受伤太重，还难以行动。这事儿过2天再说。我已将阁主话带到，一模一样。不多不少，这就走了。玄龟执意要见方小玲，只怕我们一时还走不了。倘若事态紧急，便顾不得玄龟了。时间紧迫，我便先去修炼万水神诀了。早日突破到神通2重真气境，即便对上瑶典3人，也有一战之力。我看你应该很喜欢这东西，就买了1根回来。只怕我们即刻就要动身，你好好休息，做好准备。我先去修炼了。烦请华师兄在此稍后，掌教至尊马上就来。华天都见过浑天真人。华天都，你来我太医门，所谓何事啊？如今玄黄大世界中，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弟子代表羽化门，愿与太医门修气与共，同舟共济。如今风白羽不礼俗，你已是羽化门代掌教，待得成就长生秘境，恐怕就要正式接任羽化门掌教。到那时，便与我平起平坐。弟子之位，休要再提。弟子不敢。这是我最近刚得的一部无上神通。哦，比起我的盘武大力神通，更加精微奥妙。烦请真人转交给烟水一师妹，以全弟子心愿，与烟水一师妹成琴瑟之好。
你与燕水一都是我仙道石门年轻一代里出类拔萃的人物，自有其思虑考量。而我那大弟子燕水一更是孤高骄矜，只怕是我也干预不得。日前，我已将执法联盟之事禀明掌教之尊，掌教之尊欣然同意，已委派弟子全权负责。弟子定会不遗余力，肃清仙门败类，正我仙道纲常。得到羽化门的鼎力支持，确实是我仙道之福啊。如今南海时局混乱，不知真人怎么看？哦，不知贤侄有何高见？弟子有幸认识一位南海散修，听他说，如今南海之上乱象频生，他也夹杂其中，寻访探究，似乎知道了一些隐秘之事。若是真人烦恼南海之事，弟子愿与这位朋友一道，稳住南海局势，不致让这小小南海扰乱天下大局。南海之事殊不足虑，倘若贤侄愿意相助那些散修，倒也是他们的幸运了。至于燕水一之事，待我问过他的意愿之后，再做考量吧。羽化门事务繁忙，弟子这便告退了。土为居中药，土可以生长出树木，土可以运暖水源，土中可以生长出五金矿石，土的深处更有岩浆火焰，土保守万物。不错不错，你终于领悟了土之含义。现在你的阎罗金身可以给木黄真气提供元气，木黄真气可以为你滋润身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再也不会冲突了。我终于领悟了地藏真意。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凝结罡气，突破神通三重元罡境。那个龙女也成就神通二重真气境。阴阳万寿丹功效果然非同一般，龙轩这么快就凝练了真气。这龙女稳固万水真气还需要一段时间，正好，你也趁此机会赶快淬炼身体，再度提升肉身力量。我也来助你一臂之力。好。总要做一个了断。数十载有为神通，丹花梦封建，今为皇，虽然艰难历变，未退堂。从此后，岁月流至发如霜，难以哎呀，大功驾到，玄龟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你这老小儿倒是会享受。大公这话说的，我这熏香可不就是为了魔林大公专门准备的吗？我一遭老头，好一个准备！准备害我身陷囹圄吗？准备害本宫命丧当场吗？这都是你为本宫的准备。这个，大公息怒，老朽怎舍得让大公真的有性命之余呢？我本打算略施一些小手段，便可以收押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将大公从那歹人身边带走。只可惜，没想到那歹人背后竟有魔帅这等人物。唉，先天魔宗如今是魔道第一宗门，即便是万龟仙岛，也是要卖些面子的。何况一个小小的海市。罢了，我来也不是为了和你追究这个。这么说，魔林大公是想通了，那交付黄泉图就必是咱们宗门囊中之物了。长老果然心系宗门，不过，就这么把交付黄泉图交给宗门，长老就甘心吗？大公可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交付黄泉图倒也罢了，不过是件残破的道器，但它却关系着当年黄泉大帝遗留的秘藏。要能通过黄泉图得到秘藏的信息，就算再建立一股新的势力，也不在话下。大公说的可是认真？你给本宫喝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公喝的就是茶呀！你放屁！大公莫急，大公进门时不是还夸过老儿吗？老夫早就说过，这熏香就是专门为大公准备的。你手段竟如此卑劣！大公还是涉世未深呢，不过也是，不然怎么会用如此简陋的方法将交付黄泉图这般重要的消息走漏出来？还好是被老夫意外截获，若是被其他门派的人劫了去，不知道要造成多大损失。杀了我，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拿到交付黄泉图了。之前拉拢你，不过是因为万龟海市有万龟仙岛制定的规则，为避免节外生枝，老夫也不介意分你一份天大的功劳。谁知你却不知好歹，为了一些可笑的儿女私情，竟要与老夫为敌。你在胡说什么？不过也亏得如此，这份儿女私情，
正好为老夫所用。对了，你觉得那小子几时会来救你呀？怎么会为了一个奴仆以身犯险？南海入夜的寒湿之气颇为刺骨，小友不进来暖和暖和吗？听说你想要图，好啊，我就在这里，你能怎样？找我们太医门的晦气，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击杀他的功劳，可比上缴五玉王鼎要高得多了。击杀应天晴，不错。平常应天晴行踪难觅，如今被我们撞见，正是我等的机缘。不过，五玉王鼎也不能放过。竟然有人敢在万归海市闹事！走，看看热闹去。他是被玄龟用傀儡术所控，通过透支血气来增强战力，因此实力才提高了不止一个境界。但拖的时间越久，对身体的负担恐怕也会越来越大。看来小友已经无路可逃了。无路可逃？阁主看不出来这是码头吗？哼，其实我倒是要多谢玄龟阁主才对。海市里人多眼杂，一旦引起注意，反而很容易陷入麻烦。哦，看来小友还是妄想可以离开呀！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我就好人做到底，送小友最后一程。老乌龟，轮到你了。小友怎可如此无礼？老乌龟，说再见吧！老乌龟，你的命还真硬啊！那我就认真送你一程吧。小友，要小心哦。
有。到时候万龟仙岛悬赏文书上，你猜谁才是杀人凶犯？你找死！你以为老夫只会将赌注压在一个有着魔皇血脉的纯女人身上？你以为只有你想避开万龟海狮的耳目？老夫的诸多手段，也是见不得光了！来吧！再做无谓挣扎，给我死出来！老夫不定还能放你俩一马。他怎么会来？龙轩，后方小李在码头与你会合，速来！把老乌龟交给我。方寒，你那宝贝，老夫不要了。按你，他也横不了老夫。若再拖延下去，就要便宜了万龟仙岛。燕，这就是中国。羊头热铁，摸摸心头怕不怕？厚地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人愁。大仙饶命啊！海山上有老，下没小。大仙杀了海珊珊，海家就绝后了呀！废话少说，我问你，你们都知道了什么？小的什么也不知道啊！是那老乌龟逼迫小的对大仙你动手啊！话可当真？小的不敢欺骗大仙。你就当海参是个屁，把海参使劲放了吧。海参发誓，日后定会日夜敬仰大人的神威。海参说的是句句实话，句句实话呀。幻梦空花，看看眼前实不实？
放寒，令师已至，速速离岛。嬷嬷心头怕不怕？厚地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哎呦，令史大人呐，你们一定要给我玄龟阁做主啊！是，玄龟大人，他死得好惨呐！那个血狠手辣的亡命徒，他杀了玄龟大人不止，还要杀我灭口。幸亏二位令史大人来得及时啊，不然海山也要陪玄龟大人下黄泉了。令史大人，你们快去把方寒几人追拿回来，砍掉他们的脑袋，为玄龟大人报仇啊！令史大人，你要为海山做主啊！难怪太医们想收拾他们，这羽化门人如此肆无忌惮，竟然敢在我万归海市杀人。待得太医们击杀他们之后，我们尽可坐收渔利。羽化门对上太医们，这次可有热闹看？啊！这令史大人不追吗？难道就眼睁看着他们逃之夭夭吗？万一他们以后找海山寻仇怎么办？海山好办呀！海山这可怎么办呀？哎呀！方寒，你给那个海山种下忘情符，是为了防止他泄密。不错，他只要透露黄泉图的事情，就会暴毙而亡。既然如此，何不直接杀了他？毕竟，死人才能更好地保守秘密。海山有仙魔两道的双重身份，我留着他，日后或有大用。不过，方小林和那玄龟可是一伙的，你就不怕他们施的什么苦肉计？几经出生入死，我相信他不会害我。将他放入黄泉图内吧，我以黄泉圣水助他加速疗愈。好，你要保他无恙。心计、真传、风寒，哼！我已经以太医门的名义传信那二位令史，让他们不要插手我们的事。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在万归海市杀人。哼，有意思。我们这算是帮万归仙岛做事了。许多言。 有趣，有趣，真是一出好戏。
总算使出一段距离了。但愿此番没有惊动太医门的人。惊动了又如何？他们若追来，我们便与他们再斗上一斗。方寒，太医门可不是好惹的，你竟丝毫不怕吗？怕？一味藏头露尾的，还修什么道？况且，我们不一定会输。好大的口气！我跟师兄打个赌，若是我的天师先咬掉他们的脑袋，师兄便视为那元婴丹如何？区区一枚元婴丹，师弟若想要，给你便是了。留下五岳王鼎，便留你们二人一个全尸，如何？对了，还有个魔女，也给她留个全尸。太医们都如你们这般嚣张跋扈的吗？孰高孰低，总要碰一碰才知道。哼，既然谈不拢，那就去死吧！去！万水之一，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光是2头天师就能把我们耗死在这儿。龙轩，催动真气，合你我二人之力，共同御敌。好。
撑得住吗？我还能扛一扛。3头岩石，有点棘手，感觉如何？太医门自诩名门正派，竟也用蛊毒暗算这种不入流的下作手段。那又如何？下阴曹地府去找阎王告状。你们太医门欺人太甚，我师姐方清雪定会为我2人报仇雪恨。你们几个谁也跑不了。方清雪，她又算个什么东西？整日和魔门勾勾搭搭，不干不净，也有脸拿出来狐假虎威。狗贼，还敢放肆！他若敢来我太医门捣乱，太医天劫定将他挫骨扬灰，以儆效尤。是吗？果然来了，太医门还真是了不得呀！传闻魔帅失恋羽化门方清雪，凡谁说方清雪半分不是，魔帅便会出现，割他的舌，剜他的心。看来传闻果然不假，只是今日被剜心的那个，恐怕是应天请你自己了。区区4个，也敢口出狂言？这3个人不过神通4重阴阳境，就算人数有优势，恐怕也不是应天晴的对手，怎敢如此狂傲？确实蹊跷。师兄，要用那招吗？就用这招。出魔未到，我辈直走。道之所在，虽九死，其犹未悔。好强的刚劲！封魔减寿丹。我说你们3个人如此狂傲，看来你们是真的很想要我这条命啊！吾等以太医门之名，为天地斩妖除魔，应天晴，还不速速服众！你们对方清雪不敬，我本欲小惩大戒，断你们一条手臂，喂养我的魔神。哼，斩妖除魔。既然你们找死，我也乐得抽出你们的生魂，贬在先天魔宗的九幽之中，永生永世不得翻身。那就看看谁让谁永世不得翻身吧！碍手碍脚的还不快滚！你。师兄，不追吗？有命古在，他们跑不了多远。王鼎迟早是我们的，先解决应天晴人。爷，那封魔减寿丹又是个什么丹药？要是我也能有，那日后在拼命的时候也能用上。这丹虽然蕴含狂暴之气，可将法力临时提升5到10倍，但服用后对身体的损害却是极大，至少要减寿100年。实力不济者
甚至可能会当即肉身崩坏，寿元枯竭。你要不要学呀？这么狠，那姚典他们也真是拼了。龙轩，你怎么了？神之子，这藏头缩尾的功夫，练得真是出神入化啊！尹天晴，羽化门那小儿已中了师生的蛊毒标记，你觉得他们逃得掉吗？哼！你屡次替这几个小儿出头，难道就没想过后果？哼！荒唐！就你们几个，也敢跟我理论后果？ 找死！你这样耗费气力是没有用的，蛊毒不解，便会持续侵蚀他的五脏六腑，不死不休。 你去哪儿？我去找姚典要解药。不要去！龙轩，这几个太医门弟子，将我们害得如此之惨，我此去不只为你，也为我自己。大丈夫行事，岂能一直如此藏头不出？放开！不要去！ 你
喜师兄，剿灭妖邪，为师门再立新功。想我半生功德，方才换来一颗太一霹雳子。魔帅，你死的也算值了。成了大崩灭术！快走！飞天遁地，替死回生符。哈哈哈哈哈！以为这样就能逃？天理循环，自有报应。疼，好疼啊！师兄，师兄救我！救我！我不想。暗影天晴，师兄不会追杀过来吧？师兄，救我！师兄，这次算我们倒霉。不过，让他再大的胆子，也不敢真把我们太医门的弟子怎么样。快，发天道诏书，就说我们被魔帅打成重伤，召集海上所有太医门弟子，对魔帅借刑为上。死了！师兄，要不要提及羽化门那2个小儿？不行，让人知道我们太医门弟子身负重伤一事，与纠察羽化门弟子有关，也太过丢人，压根提都别提。只说我们在海上遭遇魔帅突下杀手，猝不及防间被偷袭，身负重伤。至于那2个羽化门小儿，等我伤势恢复，定要叫他们生不如死。还有那方清雪，也必须要死。这些人身上都有魔性，以后肯定要入魔道，危害人间。杀他们是无量功德。还是师兄有远见，给那人龙种上了命果，即便是死了，也不会失了踪迹。哼，
天道诏书已经发出，想必师兄他们很快就会赶来。应天请祷还罢了，你几个羽化门的渣子，死100次也不能弥补他们的过失。是吗？你们要让我方寒死100次？方寒，你们太医门的人成天嚣张跋扈，如今搞成这样也是报应。没想到你们竟然还不思悔改！你有什么资格？怎么样？就算你曾有盖世神通，现在也不是我的对手了吧？你若解了龙轩的蛊毒，我便饶过你的性命，如何？风寒，你敢羞辱我们？我们可是太医门的真传弟子，我太医门定要将你神形俱灭，挫骨扬灰！哼，羞辱？好，那我不羞辱了。方才你们发出的天道诏书里没有提到我，对吧？那我此时杀了你们，又有谁会知道？好你个大逆不道的风寒！我个这蛊毒，你解释不解？寒，你是什么东西？你记住，就是死，我也要你的人给我陪葬！风寒，哼，你不给，我自己不会找吗？羽化门代掌教华天都见过太医门烟水一师妹，师妹何故瞧不上我这本三皇大德神通呢？这本神通于我而言，并无作用。师妹乃是上古水神的一缕灵智转世，秉承了上古自然神灵根基，修行的神通自然不同于凡人修士。修行求的是于无形的虚空中生生辟出一道仙道来，不假他人之手，不借助外物，凭着自己的意志踏入长生之门。是故，这本神通于我，并无作用。但我可以和你做一个交易。交易。华师兄之所以联姻，为的不单是借势，
更是借物吧。凭借此物，华师兄方才有望踏入长生秘境。我可以帮你。今日即便不是华天都，他日也会有灵天都、楚天都前来联姻。作为交换，师兄为我挡下一切凡尘杂事，足矣。师妹如此爽快，那我这本盘武大力本命神通，定会对师妹的修行之路大有益处。